动，只要别失控。心跳波动，爱很有情绪。不懂，不期望你懂，英雄值得什么歌颂？战斗本能的一种。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，不断和命运拉扯，和梦交涉。我朝着我的方向逆着光，还要穿破几道城墙，保持我的想象和希望，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。既不需要伪装，在冷酷的战场，我只要能坚强，就有全世界的力量。我信仰。你刚才怎么会跌倒？刚才腿忽然软了一下。外家就是因为得了这种病才跟我分手的。原因你都知道了，你要怎么做自己决定。我都说我没事了，不用特地来接我出院。耀家，你到底要瞒我瞒到什么时候？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你哥哥得了小脑萎缩症？我不想多一个人为我担心。你去做身体检查，报告结果都还没有出来，你为什么就跟我提分手了呢？如果我真的得了病，我可能连走路、说话都会有问题。再过一段时间，可能连一些基本的生活都不能自理。我不想拖累你。你认为我不能跟你一起共患难吗？我知道你可以，可是我也知道，如果你看见我这么痛苦的样子，你也会很痛苦的。检验报告什么时候出来？后天。我陪你一起去看报告。不用。当你担心自己患病的时候，我没有在你身边跟你一起分担。现在你就让我以朋友的身份陪你去面对这个结果，可以吗？今天你休假，怎么没约耀家出去啊？哦，他手头上有好几个案件要忙。他真的这么忙吗？他已经很久没有来我们家做了。之前听你说你们要延迟婚礼，现在到底有什么打算了？哎，耀家是不是跟你吵架了？不是，爷爷，我和耀家的事我们会自己处理的，你就别担心了哈。喂？啊 ，Coco 出事了？啊，
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什么事啊？爷爷，我有事要办，你先上去好吗？把这个给我。你要小心啊。你也是啊。谢谢。你不是说 Coco 出事了吗？我也是受害者，是他突发奇想，想给我个 birthday surprise， 我们都被骗了。既然你没事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欣姐，你不要生气了 ，sorry 了。既然你们都来了，你就跟我们记清楚好不好 ？Please。谁说我生气了？你呀，以后要约我出来，你就直接问我，知道吗？千万不要骗说自己出事了。知道了。恭喜你又老1岁了。你忘了我年年21啊？我不知道你今天生日，所以没有给你准备礼物。那就给志恒哥一个 kiss 吧。kiss 一个 ，kiss 一个 ，kiss 一个 ，kiss 一个。哎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我不介意啊。你才不要闹啊！哎，欣怡姐，你让志恒哥点首歌来唱吧，我先上个洗手间，回来就可以切蛋糕了。啊。 Hey, watch where you're going. You're blocking my way. Open your eyes, okay? Stan, let's go. 我看 Coco 今天心情很好，精神也不错。他一直有在接受心理医生的辅导，再加上家人的支持，我相信他很快就可以走出阴影，忘记 Max 带给他的伤害。 看到他这么勇敢的活下去，我也为他感到高兴。真倒霉，刚才被一个洋人撞，他还真的没有礼貌哎。如果是遇到以前的我，早就给阿狗看了。别管他了，你看蛋糕都准备好了，就只等你。那我们来点蜡烛吧。哎，正哥，你可以许3个愿望，许完了愿才可以吹蜡烛。不好意思，喂，药家啊？欣怡啊，医院刚刚通知我，他们说今天可以去拿检验报告。哦，那你先去医院吧，我们在那里汇合，然后一起去看报告。正哥，你许了什么愿望啊？如果你今天有事的话，你可以不用陪我的，我一个人可以。我们说好要一起面对的，你一定要等我，等我啊！好了，就这样，待会儿见啊。对不起，我有点事，我得先走了。欣姐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就唱完生日歌，吃块蛋糕再走吧。来，快点。对啊，对啊。快点，点蜡烛吧。好。快点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来。 This is ASP Liao Xinyi from SSCB. I'm along Anson Road. There's a man who fell from a height. Please send resources and activate Alpha Bravo. 他跌下来的时候，我刚好抬头看天台，上面有个人伸头出来，搞不好是他把这个洋人推下来的。我是警察，请问你们看见那个人的样子？那么高，哪里看得到？不过他戴着一顶深色的帽子。谢谢。你们在正好，我是警察。这里发生了一起坠楼案，有目击者说看到一个戴着深色帽子的人在天台出现。我需要你们马上封锁所有的出口。好的。这里一共有几个出口？一共有3个出口 ，A、B 还有 C。好，你们封锁 A 和 B 出口，拦住戴着深色帽子的可疑人物。我去 C 出口。好的。 Excuse me, sir. Hey. 哎，
我去检查出口的时候，看见了一个可疑的人物，可是很可惜给他跑了。有没有看清楚他的样子？我只看见他的背影，不过他身高大约1.7米，戴着深蓝色的帽子，穿着浅蓝色的 polo T， 还有牛仔裤。其他的目击者也说，看到死者坠楼后有人出现在天台，见到现场的 IO 怀疑是谋杀，就通知我们。我们在尸体附近找到这个信封，里面还有好几张50块的钞票。这些钱应该跟死者有关。死者坠楼的时候，钱是从大石上面飘下来的。如果死者想撒完钱再自杀的话，信封应该是空的，可能是一起跟钱财纠纷有关的谋杀案。心怡姐， Coco， 不是休息吗？今天法医应该是 Dr. Lee。我刚好在附近。你不是先走了吗？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是啊，我刚出来的时候遇到一起坠楼案，所以留下来录不过。心怡姐，听说死的是一个洋人。刚才在卡拉 OK 外面撞到我的也是一个洋人呢。会不会这么巧，是同一个人？死者身上有没有身份证？是的。稍等一下。对。是不是他？对，就是他。他撞到我的时候，旁边还有另外一个男人。你可以形容一下他的穿着吗？他好像穿着蓝色的 polo T 和牛仔裤，还戴了一顶帽子。跟心怡在出口遇到的男人穿着是一样的。能认得出他的样子吗？可以帮我们做一份拼图。我不是很记得哎。Coco， 你仔细想一想，你提供的线索可能可以帮警方破案。好吧，我好。小姐，我需要问你一些问题。我去忙了。我得先走了。哎，你赶时间，我送你吧。好吧。法医说，死者头骨破裂，大量出血，身上有多发性骨折，死因是从高楼坠下。我们要找到环境证据，才能证明死者是自杀还是被人谋杀。大厦管理员说有2处楼梯可以上到天台来。这道门因为维修人员常常需要上来检查水箱，还有进行维修工作，所以白天的时候是不会上锁的。这道门则是长期上锁，只有管理人员才会有钥匙。你们看，这里也有泥土。你刚才在楼梯间也发现泥土吗？这些泥土看起来感觉相当湿润。这2天都没有下雨，如果泥土在这里几天，应该已经干了。所以泥土留在现场的时间应该不久。我们把泥土带回去化验，看能不能够找到线索，查出这个人的身份。死者应该是从这里坠楼，因为死者胸前的衣服有沾染到灰尘的痕迹。根据围墙的高度，死者胸口撞到围墙的时候，灰尘转移到他的衣服上。如果死者是自杀的，他需要爬过围墙，手应该要扶着围墙来接力，但是这里没有找到任何指纹或掌纹。所以我推断，死者应该是站在这个位置，跟嫌犯进行某项交易。嫌犯从背后袭击他，死者扑向围墙，然后嫌犯从背后抱起他，把他给抛下去。我们目前可以推断这是一宗谋杀案。国华，我会去调查清楚死者的背景，尤其是他的财务状况，还有他和他身边的人的关系。亚佳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了。刚才我有回电给你，可是你没有接。我要赶过来的时候遇到一起坠楼案，所以耽搁了一点时间。怎么样，拿到报告了吗？拿到了。结果怎么样啊？你怎么不说话？到底怎么样了？检验结果
是 negative， 我没事。真的，太好了，你没事，太好了。今天这么开心，我们去庆祝一下吧。我今天不行，等一下还要回警局，有一些事情要办。他对我笑。他以前很安静的，一天都说不到几句话。自从去了特殊教育学校之后，他会告诉我们他在学校发生什么事。来来来，可以吃了，不要客气啊。吃了。大嫂，辛苦你了，忙了一整天。哎呀，不辛苦，只是家常便饭啊。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啊，坐在一起吃顿饭。这一餐是特地为你煮的，要庆祝你健康没事，要开开心心的吃啊！谢谢。来，谢谢。来。你知道吗？要一位自闭症的孩子做一件事情的话，你一定要重复又重复的告诉他，他才可以把事情做好的。你是不是要我这样对你啊？什么？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心仪追回来？是不是那个法医？或者他真的能够给心仪幸福呢？是不是你心里的话？你之前担心你自己有病，你才跟心仪分手的。现在你没事了，你应该跟他公平竞争的。不如这样，你去问心仪，如果他还是喜欢你的话，你就千万别放手。耀嘉，你怎么会来的？你爷爷之前跟我说，他说他治风湿的药膏已经用完了，我就给他买了一些。你还是亲自拿给他吧。当然是你先脱，然后我再脱。我给你看，你真的也会给我看。我不会骗你的。那好吧。轮到你脱了。那好哦，我要脱喽。我都已经脱完了。为什么你还不继续脱啊？我会生气的哦。好，你别生气，我脱。爷爷奶奶。喂，你干嘛站在我房间外面啊？耀嘉是上来找爷爷奶奶的，你怎么那么没有礼貌？因为他不懂得尊重人家的 privacy。什么 privacy？ 难道你房里有什么秘密吗？谁在你房里啊？是你？你们两个在房里做什么？做功课咯。做功课需要关门吗？玩游戏啊，先走啊。暂停！你们两个到底在房里做什么？都跟你说在做功课了。
我很急，要去厕所。不好意思，刚才那个男的，是你妹妹的男朋友？他的名字叫 Shane， 是他的同学。不是我反对她交男朋友，只是我总觉得这个男生不太适合她。我想到了，他叫Shane Low，罗俊贤，之前因为骚扰前女友，被我带回警局问过话的。他怎么骚扰前女友？他跟踪他的前女友，并且还恐吓他要对他不利。他的前女友还说他有暴力倾向，我看你还是跟你妹妹说清楚，让她了解Shane的为人。你胡说，Shane才不是你们说的那样。你为什么要在我姐面前搬弄是非？药家不可能冤枉 Shane 的。再说，我也觉得这个男生看起来很轻浮，不可靠。我不准你说Shane的坏话。小妹，我跟药家是担心你交到坏朋友，误入歧途。我要跟谁交朋友是我的自由，不用你们管。Jen， 我看你找个机会再跟他说吧。他们现在在交往，你跟他说什么，他也听不进去。哎呀，我这个妹妹啊，真的是让人操心。哦，对了，爷爷不在，你坐一会儿吧，我倒水给你。他趁我走开啊，就在我姐的面前说你一大堆的坏话，还说他抓过你，说你什么暴力倾向。原来他就是那个警察啊，还真多事。他说的都是真的啊？当然不是啦，我那天啊很倒霉，刚好遇到我的 ex， 他嫉妒我跟你在一起，死缠着我不放啊。我为了甩掉他，才不小心把他推倒在地上，谁知道他跑去报警。我就知道，他说的不可能是真的。Of course, babe， 你知道啦，我对女孩子最温柔了，怎么可能会有暴力倾向？说对吗？那个警察啊，一定是想向你姐邀功，所以啊才乱讲。他像块木头啊，我姐最后还是一定会选择智仁哥的。那块木头啊，上一次抓我回警察局问了老半天啊，这次又这么可恶，如果不整回他的话，我就不叫Shane了。你忙你的吧，我已经接了东华放学了，等一下等你老婆过来接她。不用，拜拜。对不对？这眼睛，臭警察！有机会啊，我一定整回你。走开啊！我很快就回来啊！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有药箱吗？有，在课室里。不要动。小心。
有没有看到刚才坐在那边那个小女孩？没有啊。想不想吃啊？去看看你这小木头吃了什么反应。来，还有2粒啊。最后1粒啦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 Jane， 怎么这么迟？他到底是谁啊？你干嘛喂他吃摇头丸啊？那么小吃了会不会死啊？他到底是谁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那块木头啊，很紧张他。所以你把他抓来是想吓一吓那块木头啊？哼，我还想利用他把那块木头引到一个地方啊，然后我们用袋子套住他头，狠狠的打他几顿啊，说好不好？哈？ 可是打警察罪很大的哎！你怕什么啊？他不会知道是我们的啦。如果真的被抓到啊，你只要不认啊，他那么在乎你姐姐，他一定不会追究的啦。怎么会出事了？怎么办？报警吧！不行啊，不能让警方知道啊。可是他会死啊！喂，你打给谁啊？一个会帮我的医生。 喂，好了，郑哥，救命啊！娟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们现在在董村，你快来救我！啊！喂，娟，你醒醒啊！怎么办？不知道啊。喂，东华，快走啊！东。 东华，叫救护车！你为什么那么烫？东华，醒醒啊！摇头丸，是谁这么黑心，喂你吃这种东西？救护车就快到了，你们在这里看着他。 你说那块木头有没有看到我们啊？应该没有吧？我跟你讲，如果他真的认得出是我们的话，你千万不能说是我把那女孩带走，还喂她吃药啊！知道。哎，那块木头来了。 哎，
别怕，别怕，没事了，没事。喂，我们有没有得罪你？你为什么要打我啊？他刚才还推荐，差点还要跌死啊！我没有。是你大长了心，还把我推下楼的。罗俊贤和廖真婷并不认识戴东华，你没亲眼看到他把他拐走或喂他吃药，你怎么会认为戴东华的事情跟他们有关？我看到他们的背影，我不知道戴东华的事情跟他们有没有关系，所以我当时想上去问个究竟。我跟着他们跑进一个旧的建筑物，我上楼梯，一转身就被人用泥沙扔中了眼睛。当时他们还攻击我，我只能自卫。你们看到谁攻击你？我什么都没有看到，我的眼睛根本睁不开。可是根据罗俊贤和廖真婷的口供，是你一来就指责他们拐走戴东华，你还动手把罗俊贤推倒，根本没有这回事。之后罗俊贤就抓起一把泥沙扔向你，想趁你看不见的时候离开，你却抓住他，还打他。当廖真婷想把你们拉开的时候，你却大力推开他，还差一点把他推下楼。这一幕也是周志恒法医到现场的时候亲眼看到。其实整件事情，我只是想知道东华的事情跟他们有没有关系。我的眼睛被泥沙扔中之后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我被人攻击，但是我只能自卫。我没有打罗俊贤，也没有推廖真婷，我根本没有任何的动机要这么做。可是现在所有证人的口供都对你很不利，罗俊贤也去了医院验伤，说要告你蓄意伤人。要告就由他告吧，我问心无愧。廖家，谢谢你。这件事呢，我们会调查清楚。真婷，真婷，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们到底有没有拐带小孩？只是警务人员蓄意伤人是很严重的指控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相信我，是不是因为那块木头是你男朋友？真婷，以我对耀家的了解，我不相信他会动手打人，更何况你是跟那个 Shane 在一起。就算你对 Shane 有任何的偏见，我是你亲妹妹，居然不相信我，还怀疑我。你姐不是这个意思，她是想了解当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。这里什么误会也没有，你要嘛就相信我，不然的话你就相信那块木头所说的，我是坏人，把我抓进去关起来了。Ma'am， 你知道现在东华的情况怎么样？我跟 Jimmy 通过电话，他说医生已经替东华进行了急救，高烧退了，情况还算稳定。那就好。这件事情对你很不利，我相信你耀家，但是罗俊贤已经报案指控你伤人罪，你必须调职，会有调查员对你进行调查。Yes, ma'am。你手上负责的那个公众教育计划，也必须交给另外一名调查员负责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不好受，你就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休息。你没犯错，好兄弟组爱会调查清楚，还你清白，到时你就可以回来上班了。Ma'am， 谢谢你信任我。因为你做事向来谨慎，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。你就当这次的挫折是一种考验，你一定能克服的。真婷，真婷，谢谢你送我们回来。哎，你妹妹脾气比较倔强，等她气消了再好好跟她谈。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跟他好好谈了。也许你需要三开。什么三开？首先你要抛开成见，然后你要开诚布公，最后张开嘴巴。谢谢你的指点，
我会尝试用3开来跟 Jane 好好沟通。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及时赶到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。你除了担心 Jane， 你还在担心耀嘉是吗？我真的无法相信姚家会先动手打人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相信我自己的妹妹会这么坏。竟然拐带一个有自闭症的孩子，还喂他吃摇头丸。事情不一定只有黑白两面，也许没有一方面全对或是全错了。一个是男朋友，一个是亲妹妹，的确很为难。其实我跟耀嘉已经分手了。他担心自己得了小脑萎缩症，怕连累我，所以就跟我提出分手。那他？他没事。我可以谅解他为什么要隐瞒我，可是他真的伤了我的心。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，什么事都自己扛。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，他也很少跟我说他的心事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对他这一次的隐瞒特别受伤。是我对他的要求改变了呢，还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不适合彼此？既然你们已经正式分手了，那我可以正式追求你了。志豪，我才刚刚结束一段感情。我知道，我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，我会给你时间慢慢去考虑。不过我也希望你用3开来对我，网开一面，撇开胸怀，开心接受。拜拜。喂，子杰，下班了没有？我来接你，我们一起吃饭吧。啊，不行啊，我还有案件在忙。什么案件？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这是报纸登的那起大厦坠楼案啊。子杰，你忙的话就不打扰你了。不过记得，肚子饿一定要吃东西，不要累坏自己的身体。知道了，拜拜。Coco 把拼图做好了。上一次 Coco 没有办法做出完整的拼图，这一次他终于记起来了。Ma'am， 这是刚做好的。这是你当天在卡拉 OK 外面见到跟死者在一起的男人。嗯，你确定？对。是不是他 ？Stand，let's go。嗯，没错，就是他。死者叫 Stanley Erickson， 今年36岁，是加拿大人，在新加坡生活了2年半。之前在一间广告公司工作，9个月前自己开了一间网络公司。他的家人和朋友说，他目前未婚，单独住在本地的一间公寓。可是公寓的保安说，最近1个月常有一位35、6岁的华族女子出入他家。有没有查到女子的身份？没有 ，Stanley 身边的人都说不认识这样一位女子。我们已经向公寓保安处索取了该女子出入公寓时被 CCTV 所拍下来的录像。有没有查到Stanley在本地跟任何人有过节？也没有。不过我们有查到 Stanley 有常出国的习惯，1个月至少2次，而且都是去同一个国家。最近的一次是上个星期五，一共去了3天。他会不会是在那里个人结了约？我们不排除这个可能性。蓝天，你有什么发现？经过化验，我们在现场发现了泥土掺杂了一种特殊的肥料。这种肥料一般用来栽种胡姬花，本地普通的花店是买不到的，只有一些规模比较大的花圃会用到。也就是说，嫌犯很有可能在花圃工作，或者是跟花圃有关系的人。逻辑上是可以这么推断。
如果我们在嫌犯的鞋底下能验得出同样的肥料，就能证明说他曾在现场。没错。你们有疑犯了吗？有证人见到一名华族男子跟死者在一起。证人做了拼图。做了，而且还从照片中认出他。是彦君。他叫陈彦君，是我的男朋友。会不会只是巧合？两名证人 Coco 和心怡都不谋而合地认出嫌犯戴着帽子，穿着浅蓝色 polo T 和牛仔裤。也就是说，心怡在出口处碰到那个男人，极有可能是 Coco 碰见的同一个男人。2天前，我曾去过彦君的诊所。请坐吧。来。 Red Dragon 就是那个案发现场，中远大厦的那间卡拉 OK。现在有证据显示陈彦君牵涉这宗案件，我已经向上司请示，由于我和嫌犯的关系特殊，我要求退出调查。从现在开始，国防负责调查。妹妹，你放心，我会把事情查清楚的。浩平，我们现在就去陈彦君家。好的。 不用去他家了，他在楼下。请问你是陈彦君医生吗？是。是不是直接出了什么事啊 ？Madam 没事。 发生了一宗命案，我们需要问你一些问题。命案？死者是 Stanley Harrison，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死跟你有关，请你跟我们来。是和谁不同，燃烧都是那份光荣，冲动只要别失控。心跳不同，爱很有轻重。不懂，不期望你懂，英雄值得什么歌颂？战斗本能的一种，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，不断和命运拉扯，跟梦交涉。我照着我的方向，逆着光，还要闯破几道城墙。我抱紧我的想象和希望，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。寂寞需要伪装，在冷酷的战场，我只要能坚强，就有全世界。